文哥好。你好，你好。我们一家都全牛粉，尤其是我弟弟。前2天那个武汉的演唱会没去，他老遗憾没买上票。谢谢。对，他从小就特别喜欢你。谢谢。我们家那墙上全是用彩绘，都是你的名字。好，谢谢你，加油。我喜欢《如愿》那首歌。哎，中薯好，家常手擀面。手擀面。对。大家好，我是无面不欢。我的餐厅叫季妈面馆，在大连有3家店，我是餐厅的主理人。我们家的面馆是采用北纬39度9的野生海鲜作为餐厅的主打。现在单店的销售每一年都要超过38000份，而且这个数量一直在递增。我们家就是特色的现捞野生黄鱼焖面。黄鱼焖面，但是跟浙江的黄鱼不一样，它也叫6线鱼。哦，我知道。那你是用活鱼还是用活鱼？活鱼啊？对，马上运来，一会儿就到了。一会儿到了再做。对，家属给送过来的。第一步是开始用鸡蛋清，然后放了盐，放了清水和了面。和完面以后，就开始捞鱼、杀鱼。这个活黄鱼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不能活过超过5、6个小时。宰杀完了，放料酒，用热水烫了一下。后来就开始爆锅，放了葱、姜、八角、酱油，放汤，汤烧了3分钟以后，然后我又把鱼放进去，我又煮了3、4分钟以后。又开始放面，等汤粘稠的时候，就把鱼盛出来，然后撒上葱花，放上香菜，就出锅了。大家好，我是一桌难求，我是厦门人，目前在深圳经营的一家餐厅叫山海座。目前可能需要提前大概3到4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预定得到。也只是因为我们开放到那个日期，不然可能到后面也会排满。这个小伙子他是蟹炒米粉，他说用4、5种蟹。啊，这一道菜呢叫做海蟹炒米粉。我们在传统的厦门风味上面做了创新。用了5种螃蟹，一种呢是红膏蟹、松叶蟹、兰花蟹、红花蟹、3点蟹。每个螃蟹的鲜甜度以及口感都是不太一样的。当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蟹的鲜甜会更加饱满，蟹香味也会更加饱满。然后蟹蒸熟以后取出蟹肉。把所有剥出来的蟹壳放到汤锅里面一同去煮。这道菜的米粉我们选用的是福建兴化的米粉，然后加入提前炒好的蔬菜料。我们是用了鸡油还有鹅油炒制蟹肉，主要都是为了凸显出海鲜和蟹的这个气息。汤汁浓缩好了以后呢，加进去让米粉可以吸收这个汤汁。因为这个米粉在福建当地的这个做法，它是半干湿的，就不是干炒的。米粉炒好以后呢，我们把蟹肉铺在上面，大的蟹壳重新排列组合在旁边，然后就可以出品了。Hello， Hello， 嗨，你好。
我今天做那个炸鸡。炸鸡。那你的名字是粉红堡主。堡主。是因为我开了一家餐厅叫粉红汉堡，然后我自己也很爱粉红色。OK。我是粉红堡主，我目前在上海，然后现在有15家店。我这次准备的是一个辣的炸鸡汉堡。我这个套餐吧有3个碰撞，第一个碰撞就是硬软的碰撞。我的面包胚其实是特别软的，因为我用的是一个北海道的一个配方，加上土豆泥，它会把那个面筋再打软一点，然后和那个炸鸡又很脆，所以是一个硬软的碰撞。第2层的碰撞是一个甜辣和酸爽的碰撞。炸鸡很多人喜欢用鸡腿，但是我是用的鸡小胸。鸡小胸其实跟鸡腿一样嫩，但是味道更干净。我会先用四川的红油，加一点点藤椒油去炸好，然后再撒我调的粉。我用了5、6种不同的辣椒，调了我这个辣椒粉。除了炸鸡之外，我会熬一个辣蜂蜜酱。然后酸爽的就是我用醋啊、一点点糖啊去腌那个萝卜丝和胡萝卜丝，再加点黄瓜和那个香菜。第3层的碰撞是个温度上的碰撞，是一个热辣的汉堡和一个杨梅味的粉红玛格丽特的冰沙。很辣的东西配一个微醺的酒，就让你吃了舒服的、开心的食物。他要做血鸭，他叫哎呀不错，法式血鸭。哎呀不错，法式血鸭。你好，我是哎呀不错，我是法国人，14年在中国，我开了一个法国餐厅，在香港，就是鸭子的餐厅。今年我们有一个米其林推荐，我们的 highlight 是 duck à la presse， 是一个法国菜。I wanted to introduce this dish today so more people can get to know about it. 我今天做 signature dish. It's very classical of French food. So to do this dish, you need to put it in the oven about 20 minutes just to get the skin to start to color a bit. You have to keep it kind of raw insid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extract the blood out of it. And then you separate the breast, separate the legs. Chef. Hi, chef. Hello. Should I introduce you my dish? Yes, I know this machine. I'm sure you do. And then you use the bone, you actually use the carcass that you crush into the press to ex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duck. You get something very special, you get a very different flavor. 你看，他现在在炸那个鸭骨头、鸭肝，全部都把它炸出汁儿。Out of this, you need to make a sauce, which is made from shallot, duck broth, cognac, and then you basically will incorporate your blood into it. It's going to create a very thick and rich flavor sauce, which you are going to spread on the duck. 法式血鸭，David 会做吗？其实现在很多不同做法，最早就是那个巴黎那个银塔托达顿，哎，但是他现在基本上一直在换大厨，现在基本上每一个大厨他都有自己风格做这个血鸭。我叫早餐爸爸，因为我的女儿从2岁到她15岁去外地读书，她的早餐是没有重复过的，所以很多人认识我都是因为早餐爸爸。跟他是很熟的。他做自媒体也很早，长得又帅又有腹肌。我这一次是做厦门薄饼，闽南地区每个人记忆里面的味道。薄饼因为有时候手势啊，包括铁板的温度、火候的配合很顺畅，做出来薄饼会又薄又好。下一步要处理海蛎、处理虾仁，香味给它煎出来，腥味给它去掉。然后豆干是要把它煎得很香、很干，能让它放到菜里面去吸收
更多的那个海鲜跟肉类的汤汁。香笋、胡萝卜、菠菜，分2、3次下去，出油，小火慢炒，加了一点大骨汤、西药汤煨一会，然后我把该加的马蹄、荷兰豆、青蒜，然后调味，哇，味道、颜色我都非常满意。装锅完之后再包在里面，再继续那个加热。把饼所有的佐料全部都准备好了。你最想吃是哪一个？薄饼。这个薄饼还在蔡澜的书中提到过，说好吃到神仙要多几卷。龙哥你好，咱们这个是做啥菜？做一个南宋的古菜。其实我想把中国人骨子里面的浪漫通过食物表达出来。所以虽然做的是有面食，但是它应该看起来是个很浪漫的事情。期待。谢谢永叔。好，加油。我是研究所，以前呢是一名游戏人，那现在呢是专注于复刻这个古籍里面的美食，也是一名美食博主。我之所以叫这个代号呢，是因为我很喜欢研究一些旧的食物。这个菜很有意思，这是梅花汤饼。梅花汤饼是宋代的那个《山家清供》里记载的一个做法，就是实际上古代的人想把梅花的香气弄到汤里面去。就是面条是吧？不是，这个汤饼还是梅花状的。哇，它还不是条状的。梅花汤饼呢，它是用鸡汤去熬清汤，然后呢把这个梅花去泡水了，去和面。我还在面团里面加上梅饼，融入了梅花瓣，它吃起来的口感呢也更加丰富。它会用一个模具，一个一个把梅花压出来。这是传统的做法，这是那个书上记载的做法。我看了那个林永辉老师写的什么要复原古代的菜，因为现在想取这个香气，已经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古代的全靠煮。这边的话，我就是还做了一个酥黄肚嘛。就搭配着梅花汤饼来作为一个宋燕双拼，一雅一俗，共同组成了一幅宋式美学画出来。这个名字为什么取的叫粮食先生？因为我在大理有家餐厅，践行的是粮食倡议，就是我们提倡大家健康饮食。我是粮食先生，来自云南大理。我所拿出的代表的作品是一个包子，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妈妈经常会在花季采一些野花包到包子里边，就感觉妈妈的那种关怀就在。那在这个菜里边，我都会以来自大自然的植物基的食材为主。我用到了槐花、金雀花、茉莉花、奶浆花、石斛，清洗去烫一下，再冰，保证它们的颜色和味道的稳定性。因为面也需要几揉几醒啊，让它增加它的延展性和筋度。用我自己发酵的风味去打那个猪肉馅，让它富含水分。小背篓好香啊！有火腿给我一点啊！我在冰箱还没切的。好，我切一点点给你拿回来啊。在做餐这方面，我是一个特别善变的人，闻到了特别诱人的云南火腿的那种发酵的香气，我就厚着脸皮跟人家要了一点。刚好看到你了。我不用多，我不用多，不用多，都给你啊。好的，这么多够了，谢谢。看到我前面的那个小伙伴他在切菠萝，然后我突然想到这个果味，其实也会给我的酱料加分，我也去讨了一点菠萝皮，非常临时的一些变化。
让我自己对自己的菜品多了几分期待。酱料的部分，把它烧制一下，以烟熏味道。我们云南传统的那种冲的方式。最后就是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包包子去蒸。因为每一种花它的香气不同，而且那种香不是油香，不是脂肪香，而是来自大自然的那种天然的香气。大自然的风味，以一种富有爱的表达给融合在一起。松针蒸花包， Hello, how are you? 先入为主，这应该是顺德的，他是乌米粥的传人。哦，我知道了，他应该是要熏那个鳗鱼了。应该是。今天做什么？我今天做鳝鱼，然后也就是鳗鱼。鳗鱼。对，很多人都一听就说是一些国外的做法，但今天我想用我的理解来做一个顺德味道。OK， 期待。就是我们讲究的是吃什么有什么味，吃鸡有鸡味，吃鱼有鱼味，所以鲜味对于我们顺德菜来说是非常讲究的一个事情，也是我名字叫先入为主的原因。但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鳗鱼、鳝鱼它其实是产自顺德的，所以我选择了一个非常本土的一个焖法吧。先把这个鳝鱼骨用禾秆草进行烟熏。那为了保留鳝鱼的完整性，这次是用了低温慢煮去煮它。烟熏过后，然后再用虾汤和鸡汤进行熬煮，然后再放上黑蒜和黑醋。它黑蒜它有那种自带的甜味，然后有一点点酸，然后让整个汤底很有层次感。然后它整个鲜味是很浓的，我觉得很好。你做的是什么呀？那个毛线年糕啊 ，OK， 毛线年糕啊，本帮的。好，加油。谢谢。这个你应该认识吧？啊，路过有没有30年了呀？路过。原来北京最高级的上海菜就是他们。我的餐厅在上海，1985年开始开设的，那个时候我是上海第一批女性企业家。其实毛线年糕是我们店的招牌菜。选毛线的时候，我会对它要求特别高。毛线我们要用公的，如果在2两8以下的，我绝对不让他们进那个后厨。就是毛线一定要给它冰透，如果不冰透的话，你一刀下去的话，它挣扎的时候脚会掉下来。然后我会去沾那个生粉，给它的鲜度锁住。油温到90度的时候，我给毛线炸下去，炸就几秒钟嘛。炸完了以后，放年糕，放清水、酱油啊、糖，一点点胡椒粉，就给它收汁。这道菜是以红烧为主的浓油赤酱的本帮菜。41年里边，口味始终没有变过。一路繁华好啦。那个做那个烧鹅在香港很有名。我是生长儿小组，是一个私厨。阿 sa、刘嘉玲呢，薛海琪都吃过我煮的菜。我的招牌菜就是炙鹅恋。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就是希望大家品尝之后有那个恋爱的感觉。首先，烧鹅是手撕跟鸡手撕在一起，然后陈圈粉铺上底下，
然后放在这个手撕的烧鹅跟鸡旁边，我会放内脏。我自己家弄的鹅油，将那个葱炒在一起，这个鹅油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再有一个我自己弄的鹅油干葱在下边，放上那个鹅汁，等那个陈春粉吸收这个鹅汁了吧。鸡皮跟鹅皮是脆脆的，这样菜品呢个味道更升华一点了。这个是我的鸡鹅链哦，吃完之后有没有恋爱的感觉呢？生煎鹅手煮晚餐。我的代号叫晋江男主厨，为什么取这个代号呢？因为我的餐厅位于福建省晋江，是晋江首家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我这次做的是一个毒油酸味，那毒油也叫石头鱼，它外表虽然很丑陋，但是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鲜美。哇，石头鱼啊！对，这个要小心哈。对，毒油的话，它是一个剧毒，可以这样说。它鱼身大概12至14根背刺，如果在处理的时候不小心被刺到，那会产生一个剧痛，甚至要住院。这次我会通过一笼一蛋2种烹调方式来体现它。笼的话是用独有的鱼鳍，搭配葱烧风味炖煮它，因为鱼鳍是比较有胶质的，它是比较适合炖煮的。另外一个表达蛋的话，就是用闽南的清汤加上飞过水的这个鱼头，再加入油格。等油格张开之后，就可以穿熟这个鱼柳了。另外一个咸饭用的虾干、香菇炖煮的一个高汤来煲这个米，所以这个米吃起来它是有海鲜的鲜味的，但是基本上看不到海鲜。等饭煲好之后，撒上干葱酥、芹菜珠，大致是这样子。我想体现的是这道石头鱼的一蛋一笼双面性。我叫餐桌吴国界，我的餐厅是在上海，叫 Finoli。我们餐厅主要是做一些炭烤的融合菜，风味以地中海为主的。然后我喜欢用不同的食材、不同的调料来组合成我自己的风味。这次带了我们餐厅3个前菜，不过我变成3口的小食来做。第一个是一个甜虾跟牛油果塔塔，配一个印度的空心球。甜虾做法是像上海这种醉虾的调汁来做，是柠檬汁、橄榄油或者不同的醋、不同的油来做一个 dressing。印度空心球，我只是给它一个口感、脆感，有点香味。另外是一个金枪鱼土豆球，我是用南岐的金枪鱼，就比靠近尾巴的部分。然后我会做一个秘鲁的土豆球，叫 Kausa。它是用面粉、土豆、酵母发酵做一个主食，还有我加了一些海南的辣椒，给它增加一点辣的风味在里面。一般它们都是像一个丸子一样，一个 dumpling， 然后它们是会烫一下的。我反过来，我是把它炸了它，中间挖空，会挤一个芥末的酸奶油，然后上面金枪鱼我就会用煎鱼跟生姜来调一个酱油来调和它。又还有一个是生牛肉，是用和牛，不过主要特色是这个酱，我会融合一些川菜的元素。酱我是用苦皮椒跟皮蛋，还有一点调料花椒油这些来打一个酱，挤在生牛肉上面，还加一些 cheese 中和它的辣度，吃起来比较柔和一点点。
那个是毛味儿，那个穿绿衣服的是毛味儿。为什么叫毛味？因为这也是我的店名。店名毛味。因为你说我好像去过。然后我们那个是创始人。我是创始人。名字也是你想的。对。我的意思就是从那个酉字里面把那2横拿出来，就变成我们手上的筷子，让食客自己来尝，有味没味是他们来给到我们，是这样的。创意好，这创意好。我是毛味湘潭佬，这次我带过来的招牌菜叫做田野三鲜。这道菜的食材啊非常的当季，鳝鱼、螺丝和河蚌。我们湘潭吃鳝鱼啊，都是一定要带血的，要爆出一点点的虎皮状。螺丝肉要洗得干干净净，一定是要体现出它那种 Q 弹感。河蚌肉的处理也是非常的有技巧，就是我们要70度的水入锅，马上要把它焯水要倒出来，马上冲冷水，让它成型，成型了以后再去改刀。基本上我们的河蚌肉是跟辅料紫苏、土韭菜是要同时入锅，就是它在油里面也不能炒太久，一定要保证它的这种脆嫩的口感。通过我们的这种搭法，能够把这3道水产在一道菜里面用不同的口感来呈现。我是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眷村光头酱。酱这个字就是表达出我对食物、对餐饮的一个匠心一个执着一个追求。师傅，我们这道就做什么菜？剥皮辣椒鸡汤剥皮辣椒鸡汤。是，这个是一个台湾眷村的一个菜。台湾眷村的菜。是。说那个光头也很厉害。是台湾的眷村这个光头酱在上海很火，是啊，火了很多年了。我的菜一个剥皮辣椒鸡汤，一个是瓜仔肉。剥皮辣椒鸡汤是用老母鸡，然后加了剥皮辣椒跟文蛤、马蹄笋都一起下去熬煮，把剥皮辣椒的这个酸跟辣的味道煮出来，然后把老母鸡的这个甜、文蛤的鲜，还有竹笋的鲜也都把它煮出来。这道菜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道菜，对吧？因为它的这个汤里面是带有天然的酸，然后一点点剥皮辣椒的辣。再来，我们搭配的是瓜仔肉饭，就是用猪前腿把它搅成肉，但不要打太碎，让它有点口感。酱瓜切小丁，然后加了糖、味精、大蒜，加一点水。我们希望这个肉饼蒸出来之后有一些水分，因为我们最终要来拌饭的，最后把酱汁淋在肉上。最后拌一个凉拌撇兰，那撇兰就是切非常薄的片，越薄越好。拌入柠檬汁，一点小米辣，加点糖，然后把它拌在一起。我们把这个东西融合在一起，也就是想表达两岸融合的东西，然后做成一道美味的佳肴。我想带来的菜叫深圳肠粉。肠粉，但是这个是虾吗？对，我用虾来做肠粉的皮。哦。我是环球美食家，因为我本身来自深圳嘛，所以我是想用创新之城的这个精神，去做一道属于我对传统肠粉的一个结构重组。首先呢，我是用虾来做肠粉的皮，去代替了传统的米浆做的皮。这样子的话，它就是没有淀粉感，满满的蛋白质的感觉。然后里面的内馅呢，我是用了自己做的一个墨鱼饼，用真空袋，然后推平之后抽真空，然后低温慢煮。然后还有一些卤牛肉、咸蛋黄酱和手指柠檬。手指柠檬。是的。刺激加上解腻，还有炸的干贝丝，组成了我自己所理解的一个带有卤味跟鲜味的一个肠粉。你好，老师好。你好，你好。
我今天做的是喀河瓦罕抓饭哦，这是一个放了辣椒的抓饭啊，酷！哇，这么大的一个，对我一会儿就会做这么多 ，OK， 所有人都能吃饱啊，酷！我是抓饭 MC， 从新疆来的维吾尔族青年，现在在长沙开一家咖啡加抓饭的一家咖啡店。因为我本身是个咖啡师，开了咖啡店之后，我有一次点了一次外卖，实在是太难吃了，一气之下回新疆找我们那个做婚礼抓饭的老先生，跟着他学了一手。我就想，我一定要让他们瞧一瞧什么才叫抓饭吧。我觉得那个抓饭可能会赢，因为他做的是黑抓饭。黑抓饭，哎，国内非常少有的。有什么区别？这个在新疆过去还比较多，现在因为那个商贸没有以前，乌兹别克斯坦啊、塔吉克斯坦啊，他们会吃黑抓饭，有白抓饭、黄抓饭、黑抓饭，5种，一共有5种抓饭啊。可能我只吃过白的跟黄的。对，还有红的，就是那个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商人他们要吃辣椒，就根据各自的地域去改变饮食习惯。所以这个可能会更有特色。我今天做的是喀河瓦罕抓饭。首先用了核桃油、菜籽油等5种油的调和，然后放入皮牙子进行炒黑，放入牛肉，等汁水丰富的时候，再放入红黄萝卜，翻炒到红黄萝卜的汁水完全的渗出。哇塞，太香了！然后放入我们的羊肉熬制，在熬汤的过程中，我会加入新疆的肉辣椒和线椒进行炖煮，还会加入线椒的辣子面炖米。然后我还搭配了一款黄杏苹果香咖啡特调，用来抓饭解腻。希望大家来我店里喝咖啡的同时，也能品尝到属于咖啡馆的一种抓饭。那个小伙子那么闲吗？他是干嘛的？我看看啊，直播间面达人啥意思啊？他本职是一个主播，跨界的选手。我是直播间面达人，我现在的职业跟身份是签约达人，以前都是吃给大家看。我吃遍了全国40多个城市，200多家面馆。排名第1的沪西老弄堂面馆到底好不好吃？想把它吃透之后，认真的做出一碗面给大家品尝。我第一局的拿手菜就是所有女生的红烧牛肉面。我这碗所有女生的红烧牛肉面呢，我是将非遗与美食相结合。你做面吗？对，我今天做那个手擀面，加龙须拉面。对，自己拉吗？现场拉吗？对对对，是的啊，真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是将，非遗与面食做了一个结合。OK。对，您等会儿期待一下。好。一个是龙须拉面，山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点心叫一窝酥。一窝酥它是拉到10扣之后放置烤箱烤制，我在这个基础上呢，我拉到11扣，它的细度就是要比一窝酥可以再细一点，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面呢它的酥脆的口感，然后用170度的油温进行炸制，3沁3炸，这样的一个面呢，它是有酥脆的口感。第二个呢就是手擀面。面要3揉3醒，这个3揉3醒是要了解到面团的醒面时间跟温度。如果说你醒得不够久，面的擀制就会比较难。如果你醒得过久，它的含水量高，你在煮面的时候，面条的口感会下降。现在开始切面。第3个呢，就是我要去开始做牛肉，牛肉我要泡2个小时的血水。然后泡完血水之后呢，然后我要去用纸巾给它吸干水分。
然后去进行煸炒。煸炒完之后呢，去给它进行炖煮。就是我的汤呢是用的是低嘌呤月牙骨熬制的，再跟我的红烧牛肉面的炖煮的汤去做一些结合。然后我搭配上我的小菜泡椒芥兰，那这样子就是一咸一甜，记忆会非常的深刻。再加上一软一脆的口感，这样的一个搭配，我觉得是一个妙不可言的红烧牛肉面。哦，那个据说是海肠捞饭的创始人。大家好，我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大连海王。我在大连这片海深耕了47年，我一手创建了大连老牌的海鲜餐厅。他是大连做这个海肠捞饭的第一大拿，在我们这个辽宁地区是非常有名气的厨师，这是我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前辈吧，在当地真是响当当 No.1 了。我要让大家看看北派海肠捞饭，我做最棒。叫啥？啊？北派海肠捞饭啊！我这有4个和别人海肠捞饭不一样啊。第一个，我选用大连厚皮的深海的海肠啊。我今天带来的这道大连海肠捞饭，选了大连的深水厚皮海肠。我们用黑毛猪的五花肉炒香，加入小嫩的小葱节，产生美拉德反应。我又加入这个用粤菜的煎汤，这个汤是自带鲜味和香味。过完芡以后呢，加上大连的韭菜段、活海肠，旺火速炒，不能慢，慢就老了。尽量要把海鲜的鲜亮味释怀出来。那么我们这个米饭呢，用的五常大米，再浇上海棠这个汁水。再加上海肠粉，叫鲜上加鲜，